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翡翠湖景观，是不是很漂亮？那沙海中一汪汪碧绿的水波，搭配一株株的胡杨，画面确实美不胜收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沙漠里出现这样的奇景，其实是几十年防沙治沙工程带来的副产品。这项防沙治沙行动是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北工程是对西北、华北、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改善而启动的百年工程。防沙治沙的真正目标是要把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，阻止它继续向外扩张。40多年的时间里，超过60万治沙人接力奋战，在2024年11月28日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终于实现锁边合龙。这条环绕沙漠的绿带西起喀什，经和田、且末，一路延伸到东边的若羌，把整个沙漠边缘围了一圈。3046公里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是北京到新疆的自驾路程了。而这条绿化带几乎都是人工徒手一点一点种出来的，可以想象这是一条多长的战线。让我们向常年在第一线和风沙战斗的劳动者们致敬。所谓锁边，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种出一条连贯的绿色阻沙带，用林木、灌木和草类把流沙固定住，减少沙尘暴和沙漠向外蔓延的趋势，让周边居民拥有稳定的生活环境。这些年，大家都通过网络购买过不少新疆的钢鲜果品吧，也常看到新疆种植产业大发展的新闻吧。去新疆旅游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了吧。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，塔克拉玛干的治沙工程功不可没。绿色圈是已经被围的第一道屏障，周边各县市的绿化面积也在一年一年的增加。如今到了2026年，已经在进行第二轮的锁边了。一轮不够，还要二轮吗？是的，因为一轮锁边的林带宽度还比较有限，部分地段只有几十米到100-200米。面对强大的风沙，仍容易被流沙突破或掩埋。因此，二期工程就是要将这圈绿项圈加宽、加厚、加稳，从锁住向固牢推进。很多人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，不知道这个沙漠到底有多大。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一下。大家都知道，新疆被天山隔开为北疆和南疆。南疆除了周边山脉，主要就是塔里木盆地了。而塔克拉玛干沙漠就位于塔里木盆地，几乎占据了整个南疆的腹地。只有沙漠边缘少量地带可以居住并简单种植一些作物，而且长期是一种沙进人退的状态。塔里木盆地被三面环山，北面是天山，西南是昆仑山，东南是阿尔金山。盆地唯一的出口在东面，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罗布泊，再向东就连通了河西走廊。形象地说，塔里木盆地就像一个大鸟窝，如果任由流沙向外扩展，窝里的宜居之地会不断被侵蚀，最终所剩无几。塔克拉玛干沙漠总面积达到33万平方公里，差不多有3个浙江省那么大，是我国最大的沙漠，也是全球第2大流动沙漠。这里80%的沙丘都随风移动。盆地受到的风主要有3股：西面从帕米尔高原吹进来的风，北面翻越天山来的风，东边从哈密灌进来的风。常年肆虐的风让沙漠迁移了无数次，近1000年里就向南扩张了上百里，不少城池被淹没其中。塔克拉玛干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，而蒸发量却达到2500毫米。越干燥，沙漠的流动性就越大。在沙漠南端的和田市策勒县，因为风沙的扩张，历史上经历过3次大规模搬迁，家园被黄沙吞没，土地也无法种植庄稼。最痛苦的是，有时候新开垦的土地眼瞅着可能有收成了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沙尘暴就能让1年的辛苦白忙。这就是防沙固沙工程必须要启动的核心原因。就像新疆那位美女导游迪丽说的天山胜利隧道一样，不是沙漠锁边容易，而是沙漠边缘有人民，人民需要它。不是打穿天山容易，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。治沙的核心是固沙。很多人可能以为治沙是让整片沙漠成为绿洲，但对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我们不是要征服它，而是要把它固定住，不让它乱跑。
再结合周边整个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去和平共处。这些年，塔克拉玛干摸索出了一套工程固沙、生物治沙、光伏治沙的组合拳。工程固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却有效的方式，就是用草方格锁住流沙，把芦苇、麦草等扎成1米见方的格子，半埋进沙里，可以有效降低地表风速，牢牢固定住沙面，让沙子不再随意流动。而且草方格腐烂后还能增加沙土的有机质。而生物治沙是在草方格里和外围种上耐旱植物，选用梭梭、红柳、沙拐枣、胡杨等乡土树种，乔、灌、草结合，形成一整条绿色防沙带。这些植物除了非常耐旱，还有其他特殊的功能。梭梭、红柳、沙拐枣的根系能深入地下几米甚至10几米，像无数根钻头穿透板结的沙层，增加沙土的通透性，都是沙漠先锋植物。那胡杨呢？它的功能当然是负责美丽了。其实沙拐枣也挺美的，很多人都见过胡杨，每年一茬一茬的游客去看。胡杨的功能真就这个吗？当然不是。听过一句话吗？胡杨千年不死，死后千年不倒，倒后千年不腐。可以想象它的生命力有多顽强了吧？其实胡杨还有一个更牛的能力，就是它可以拔除盐碱，改良土地。而沙枣、锦鸡等植物根部有根瘤菌，能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植物可吸收的氮肥，免费为荒漠土壤增加最缺的养分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沙拐枣和沙枣是2种不同的植物。沙拐枣果实表面有些毛刺，沙枣果实类似大枣，但更小。2种都不是我们常吃的大枣。即便是再耐旱的植物，总归是要有水的，对吧？那么最关键的水从哪儿来呢？其实塔里木盆地有大小河流上百条，年径流总量并不小。最有名的当属塔里木河了，其中不少河流都深入沙漠腹地，但蒸发太快，根本留不住。于是人们采取了多种办法，首先是引洪灌溉，利用夏季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洪水，通过渠道引入沙漠边缘，浸泡沙地后再栽种植物。然后是抽取浅层地下危险水，通过滴灌带精准输送给植物。梭梭和红柳恰好能耐一定盐碱，利用危险水就能活下来。还有把草种、灌木种子裹上保水剂和营养土，用飞机撒播，等到洪水或降雨，种子就能萌发扎根了。光伏治沙是近年来开创的新模式，在沙漠边缘架设光伏板，板子遮挡阳光，减少地面水分蒸发，板下种植耐阴的饲草或药材，发的电用来抽水和饮水，用清洗光伏板的水顺便灌溉，从而实现了发电、种植、治沙这样一套循环系统，还可以增收。所以锁边并不是种一圈树就完事儿了，而是一道纵深的防护体系。前沿设阻沙带，中间为固沙林草带，后方是农田防护林网和经济林带。这套组合屏障从外到内层层阻击流沙。我曾看到有人抛出这么一个问题：沙漠腹地仍旧是主要的流动沙丘核心带，一旦移动起来，会不会还是对边缘构成威胁？那沙漠腹地需不需要治理呢？其实对沙漠腹地采取的是相似的思路，只不过把全面阻击战改成了点线狙击战。我们可以分3个区域来理解，这样可能更明白。如果把沙漠边缘看成决战区，阻止沙漠整体扩张是主战场的话，那么沙漠腹地有基建设施的地方就是精准防控区。我们不搞，也不可能搞全面治沙，只是在公路、油田、基地这些点和线上，用草方格加灌木的方式建立局部的零星的护卫体系，保障核心设施安全。目前沙漠中有最少5条穿越的公路，另外腹地其实也有零星靠近河流的村庄。而沙漠剩余的大部分区域是禁区，也是核心保护区。我们遵从它自然流动的本貌，不进行人为干预，维持它作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功能。所以你看到的边缘锁边是保卫家园的生态长城，而腹地的草方格则是守护孤悬沙海深处那些设施的前沿卡哨。它们各司其职，共同构成了这套沙漠防护的科学治理体系。总之，治沙不是征服，而是防御。
是和沙漠划定边界，和平共处。如今人们在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，也就是大云，在红柳根部接种管花肉苁蓉，这2种都是名贵的中药材。这样一来，防沙植物就变成了经济作物，加上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除劳动以外的大部分资源，并给予适当补贴，农牧民参与治沙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还种玫瑰、核桃、红枣等经济林，发展深加工，形成产业链。另外，塔克拉玛干周边开始种小麦、水稻这些主要粮食作物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。塔克拉玛干的治沙故事仍在继续，黄沙与绿洲的边界正在被一代代人重新定义，也需要一代一代的人去守护。